大就是好，好就是大，用不太出来什么区别啊。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60帧。而且 P 图也很方便啊，这么大的话。一直在弹广告。我这 B 手机怎么这么黑啊？我受不了了。代价太大了，大家用的不好直接去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半年以来吧，折叠屏的热度没有以往那么高了，3折除外啊，毕竟它能多折一次。那今天也是带我的2位同事来给大家拍一期8折的户外对比。我手上的这台是荣耀 Magic V5，它是目前唯一一台搭载骁龙8至尊折叠手机。那我今天带的是 OPPO Find N5，其实它也是旗舰处理器，但不过就是降了一点屏的。大家都知道 ColorOS 表现不错嘛，我们今天就看看它在折叠屏上怎么样。大家好，我是测评3分钟 vivo X Fold 5，它搭载的是骁龙8 Gen 3，但是我对它很感兴趣一点就是它能直接连上 Apple Watch， 把它的什么电话信息之类的都转上去，天选 iPhone 背机。但说实话，我其实蛮喜欢 vivo 的这个绿色的。我也喜欢，他也喜欢。那你喜欢吗？我喜欢它那个白色。只有你审美不一样，还是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好吧？这个手机我之前一个人拿出去拍了一个户外，表现比较一般。来看看今天这3台对比的效果吧。3、2、1，要领先。荣耀怎么这么慢？好热汗都流进眼睛了。3台折叠屏啊，在这个大太阳底下，一会儿看一下自动亮度，在还没有到太阳底下的这一会儿，我的同事已经嫌弃这个手机的亮度有点低了。我也觉得都有点低，我明明是在阴影下面。这3台手机都是那种黑黑的感觉，我都不好意思说谁亮，都是一样的黑。现在直接看一下外屏嘛，很明显的最黑的是 vivo X Fold 5，黑到已经看不清。对，一眼黑就是。先贴我身上吧，给大家看一下3台手机外屏的自动亮度。难道不是 vivo 最黑吗？应该是 vivo 最黑，但是都挺黑，就是在太阳下，他们好像没有做出任何一点点的努力，就直接这样放弃了。现在刷5分钟来看，它会不会继续降亮度？我的手白平衡出问题了，是不是你的绿衣服反到我们2个手上了？好像还真是，可以的。对，我能看出一些掉帧。我肉眼看 OPPO 它也是有一点掉帧的 ，vivo 没问题啊。那丝滑。它一直没降，说明它只有这么亮。其实我前2天用 vivo 出去拍的时候，它在太阳底下还是会积雪一会儿的。刷完5分钟再展开。好，我们现在刷了5分钟外屏了，就展开再来刷一下5分钟的内屏。内屏全是指纹，真的更加看不清了。对，但是你别说，这个折痕是真的浅呀。荣耀的折痕我觉得控制的也还不错啊。荣耀现在外屏也不是很烫啊，那确实现在 vivo 的外屏是最烫的。我觉得 vivo 这次用8 Gen 3真的是下了一步臭棋。我现在二手的 X Fold 3 Pro 这5000多了，我双超声波指纹。影像也比这个屌，你真别说，真的降亮度，它在缓降，你没有发现它一下变暗了？对，是的。之前我还能看清图片的，现在图片我完全看不清。流畅度一直还是保持的。说完我就感觉 OPPO 说真的应该是90或者60，比 iPhone 流畅10还多10帧，感觉又降了一点。哇，现在 vivo 最亮哎！低亮度一点的策略，它是有利也有弊啊，它能维持得久。但是它又看不那么清，我不知道大家喜欢这种可以在太阳下积雪那么几分钟的，还是说希望它可以持续保持一个因为它不能说还可以，它要是保持一个还可以的亮度，那它就完全赢了。我建议直接锁80和 iPhone 同步。昨天我也用了一下 vivo， 有些应用它虽然内屏显示的是120，但流畅度实际上是达不到的。好了，到时间了。我靠，你这个好烫啊！我靠！vivo 感觉比我们2个都烫一点。如果我们刚刚在这里刷是用正常直板机的话，我不说温度啊，至少亮度表现会要好一些。这个展开的动画真他妈丝滑，这不超级丝滑吗？我告诉你 ，OPPO 在哪里不丝滑？你是不是打嗓子的了？看到没？壁纸被卡掉一半了。它是整个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它就是有 bug， 现在还没修。几个月前我在用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现在3台手机都进入了这个1 G 不限速下载文件的界面，我们统一使用的 VIA 浏览器。3、2、1，
点。目测来看，OPPO 这块100兆了，到160了。下面显示和顶部状态栏不太一样，但是 OPPO 确实是最快的。这个荣耀它只能跑到10兆左右啊，我现在 OPPO 已经跑到45了。这显然就是我之前说的抢带宽理论，就是一个基站的带宽只有那么多，3个手机在一起下载，然后这个 OPPO 把它抢掉了。OPPO 下完了，完事了。哎，看谁？ OPPO 下完了。哎，怎么？他抢到了。荣耀上来了呀，我觉得就是带宽的问题。这2个手机它还是要找一下网的。好的，荣耀一下。荣耀第2，vivo 真慢，可以再来一次啊。哎，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对。把有利位置先抢占下来。准备3、2、1，走。我不用说，那肯定还是 OPPO 最快。对，流量速率都是一样的。兄弟们，我已经干掉60%了。我们今天后续还会在其他地方有下载。哎，荣耀一直还没掉电耶。对，你还真别说，vivo 和 OPPO 都是98了。OK，OPPO 下完了。那显然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OPPO 它确实就是起牌之后 ，vivo 比荣耀快一点了呀。第一一直是第一。跟你有什么关系？莫名其妙的觉得自己很强，没掉电啊！这还不是荣耀 Magic V5 的全部实力，5820毫安时，它的顶配1TB 版本是有一个6100毫安时的。vivo 超货的56千毫安时，一定要比这个东西吗？我这个是5600毫安时。我觉得 vivo 可能今天跟 OPPO 续航差不多。唐老师在这边一直在拍照，所以接下来我们直接把拍照的任务交给他。中间的 OPPO 呢，虽然没有那么严重的紫边，但是它的自动对焦有问题。我们平常拍照都是用自动对焦的，它就像没对上焦一样。我们看一下取景框都比较黑吧，可能是我测试的原因吧。你们摇晃一下看取景框卡不卡？然后这个是不算流畅的，就切到1倍嘛。再摇一下 ，OPPO 再摇一下，确实是卡。4K 60帧 H.264 录个5分钟。在开拍之前，我想说一个问题，也是我之前荣耀和 OPPO 的视频选项都是有 HDR 的，但是 vivo 没有。荣耀它是在这个更多设置里面有 HDR 选项 ，OPPO 就在这个顶栏，看到没有 HDR。vivo 的对也是没有的，你看点回归。你点开那个点一下那个设置图标看看。也没有。这取景明显就不一样。3、2、1，走。感觉看到没有？你稍微晃动一下，你看 vivo 的稳得一批，就是左边的1、2、3，好吧。荣耀也不怎么样。荣耀，但是感觉比 OPPO 会好一点。V5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亮度领先吧，这回没看错吧？我感觉 OPPO 是降亮度了，但是他们取景框还是很卡。对 ，vivo 的取景框还算比较流畅的。OPPO 这个卡成 PPT 了，我靠，真卡。荣耀比 OPPO 好一点吧？荣耀的整个预览画面很亮，也就是对，它的树都要亮。这个亮度看上去要舒服很多啊。OPPO 的取景框显示了降低亮度以延长录制时间，点击屏幕恢复亮度。之前我们在一加 OPPO 手机都会，直板机都会有这个东西，我们再点一下看。却变亮了一点。第2次出现这个提示了，我就不点它了，因为就是大家录像的时候，并不是每分每秒都要看它是不是很亮的。可以吧？就让你投一点电呗。不是说大家录演唱会的时候，你肯定还是得看着演唱会之类的。不管你用折叠手机也好，还是用普通手机也好，有时候你在录像的时候，并不是全程要盯着这个取景框的，它有这个功能给你选择，去省一些电，我觉得是可以的。当你没有看到这个标识的时候，说明你没在看它，你就不需要提高亮度。我感觉我亮度已经快到底了。你看 OPPO 刚刚又出问题了，看它又滑 bug 了，这个息屏中间的花不见了，就是那个蒙版了。3台手机里面录完5分钟 4K 60帧视频，我觉得最烫的是 vivo。大家看一下 OPPO 的美团啊，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60帧。这里我觉得荣耀是90帧，滑动也并不是很流畅的，对，还算不错了。它这个页面已经就很卡了，外屏好多了，确实外屏流畅，外屏不错了。vivo 的亮度还是最亮的，这才是我印象中 vivo 的亮度策略啊。我们现在再展开来看，它是不是会不会有问题啊？你在干嘛？我没动。但是你这下怎么亮度跟打了鸡血一样啊？这是 vivo 的策略，一般来说策略是这样。刚刚说完，这也是 vivo 的策略，它降得很快。它就是这样，亮一下让你看见，看见没有？看见了我就降下去了。我们再点进去一个更近一级的页面，巨卡，好吧？你看荣耀现在
很流畅。vivo 就是纯粹的掉帧卡，响应慢。随便点一个，你看马上就能反应过来。看看 OPPO 怎么样啊？我觉得 OPPO 还蛮快的呀。啊，哎，等一下，OPPO 你看它右边这半边要比左边这半边好像流畅一点。刚刚在嘲笑他们的同时，我发现荣耀 Magic V5它直接退出不了了，在这个页面它甚至都没办法退出上一级菜单。我按顶上的这个按钮也是完全没有反应的。然后你想买东西呢，也买不了。我知道它这个页面卡在哪里了，点这里，看到没？这就是我对于这个折叠屏的研究啊！我发现 OPPO 它其实也有一点点问题。你看我点个界面，它也会黑一阵白一阵的，看到没有？肯定说折叠屏因为它适配不是那么好，然后调度不是那么积极，所以它的流畅度有点问题。但是这个软件是难辞其咎的，我还没遇到哪一台手机啊，在美团的每个界面都流畅的。折叠屏不适合用这种优化不太好的软件。大家都是互联网用，我的观点是这样，用得不好就要到网上去骂。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点，大家用的不好直接去骂，去那个鬼社区啊，一天24小时高强度骂，我要中暑了。我们直接退出西屏，然后去万家丽吃饭，中途呢也不导航了，因为这里离那边很近。好像我们去吃正宰凉吧。啊，真香！哎呀！这个饭店挺火的，先坐在外面打会儿王者荣耀。我准备打一把外屏的，然后打一把内屏的。外屏是有可能锁帧的。我推测啊，3台手机里面只有我手上的这台荣耀 Magic V5，它支持王者荣耀120加极致。真的吗？真的。来嘛，比一下嘛。vivo 是不可以的。你以为这个我还会怕你啊 ？OPPO 也不可以。还装起来了。这就是我们骁龙8至尊的底气，它就有120帧加极致。荣耀、vivo、OPPO 最黑，荣耀最亮。我这 B 手机怎么这么黑啊？我受不了了，比我死了还黑，黑姐好吧。展开再战。荣耀的这个是不是格外大？都很大。这种折叠屏打这种手法比较快的英雄，就明显会感觉它的触控是有点跟不上的。荣耀这个亮度非常舒服，虽然操作不舒服，但是亮度很舒服。vivo是最黑的，荣耀是最亮的呀。3台手机其实都没有出现降频锁帧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来说，室内还比较凉快，然后打的不是很激烈。因为之前我用 vivo 它外屏就锁了90的，你如果是平常用这种折叠屏，用外屏去打几把游戏，真的是有可能会锁帧的。特别3分钟说触控对也不太跟手。直接就开始播放了，都是4K 画质啊。好，刚刚3台手机都放在旁边放了这半个小时左右的 B 站4K 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剩余电量吧。中间这个 vivo X Fold 5目前来说还是最亮的，还剩73%。荣耀 Magic V5 80%， OPPO Find N5 还剩77%，其他2台是凉 ，vivo 稍微有点温。8进3就是你看，就涉及到日用的这些场景，它确实就是会吃亏的。我们找一个地方休息吧，今天实在也是蛮热的。因为我们中午要稍微休息一下嘛，然后现在就先3台手机放在旁边打半个小时的微信视频通话。半个小时的微信视频通话，这里有一台手机格外的亮的有点不正常，你看是谁 ？OK， 是 vivo X Fold 5。vivo X Fold 5是半小时微信视频通话之后最烫的，然后 OPPO 和荣耀这边温温的。发半个小时的抖音啊，用内屏啊，内屏看着还是比直板机稍爽的。大就是好，好就是大。我的这个视频有146条评论都在吵架，我希望你们吵架的时候能顺便帮我点个赞，好吧？我觉得这个场景就是折叠屏的内屏对比直板机还是有优势的。你像抖音，它很逆天的，它的长按加速功能在左右两侧，当你用直板机的时候，你只能
去找那种缝隙去点。折叠屏的内屏就是有非常充足的空隙，让你去干这些事情啊。无论它那里边上本来就可以。这里又进一步体现出抖音的这个逆天程度，哪怕是折叠屏多出来这么一块，它也只能在右侧，也只能在很靠近这一排图标的地方点才有。你稍微过去一点，就到这个另一个页面。由于现在已经快4点钟了，我们还要去赶长沙今天的门槛的，所以现在一边走一边刷，直接往那边赶。等到场了，他就保安就直接把我们赶出场外了啊！反正呢，你愿意为老板省这笔钱，就在那个。刚刚我们在下地铁这个刷微博的过程中，我发现荣耀 Magic V5的亮度表现是非常不错的。vivo 它在室内居然萎下去了。放在一起比一下，是不是荣耀亮一些？测一下下载吧。这次就来测应用商店的下载和安装了，也可以看一下安装速度。还是遇到了和上期终端性能手机同样的问题。在 OPPO 的这个软件商店里，地铁跑酷显示的是621兆，而荣耀和 vivo 都是400多兆。我们还是直接下载，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版本。3、2、1，走！这 vivo 直接起飞，真的飞了。哎，你怎么一下传那么快？安装速度也非常快，我感觉 OPPO 的这个校验加安装的时间有点长。它叫安全安装。荣耀盖住了，现在明显是出问题了。那么显然你暂停继续之后，它就正常了。OPPO 怎么说呢？它主要是被那个安全校验拖时间了。3台手机的安装速度都还算比较快吧。荣耀的亮度是真的保持的不错啊，在这个环境下，肉眼看是非常舒服的。这里是微博有图片嘛，我直接点的话，它会分屏展示在右边，但这里有个小横条，你一拉过来，你再点一次就可以全屏。荣耀它默认就是这种，你比如说一张图打开，它也没有那种分批的。这样打开评论区是分开的。时间没估算好，我们来晚了，私密马塞，给大家分享一下这3个品牌的折叠屏，它们各自的折叠屏的内屏专有的一些功能。我先演示一下这个荣耀，我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玩法啊，打开微博、小红书和 B 站。看到没？它的这个3连屏是可以通过语音控制直接打开的，然后你也可以去拉动这个比例，你可以选一个大的窗口，它是这种叠加的效果。你看这个中间的就被压在旁边的页面之下了。打开微博、B 站和小红书 ，OPPO 也是可以的，而且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个功能是 OPPO 先推出的。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就是罗老师和荣耀不同一点，就是你4个手指抓，你可以同时展示3个窗，而且你可以这样1的排列。荣耀它就只能横着或者竖着排列，它同样是可以3个窗口都放大的。看一下，只是它会强制把一个放到下面来。对，它就是这种上下拼接的。然后你把它缩小之后，也可以看到3个都是1:1的比例。这个操作手感和那个台形调度很像，但是它的精髓没有给它学到。比如说台形调度是可以把这个2个放过来的，但是它不能放，它就只能一个显示在左边。你的这些应用是会随着你打开的应用把它顶下去的，然后你想保留这个应用怎么办呢？长按它，比如说你想固定微博，你把微博固定了，它并不会置顶，而且它的位置也不是固定的。你看刚刚在最下面，现在来到了第2，就是这个逻辑我觉得不太合理。既然我已经把一个应用固定了，那么我肯定希望它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它始终置顶。另一方面，它只能固定一个应用，它这种应用的位置的反复切换会容易让我不知道我想用的那个应用到哪去了。这个工作台还是蛮耗电的，它默认这个全部是实时加载的。你看这个下面抖音直接重载了，4个软件加上中间5个软件，它有这种实时进行的操作的话，那肯定是非常耗电的。再加上它这个8进3，不太优秀的能耗比，你看现在只剩48%了。我们也还没怎么用这个工作台，它真的会耗电比较快的。目前的这3家还是不太一样的逻辑吧，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哪个。其实 OPPO 这个是还可以的，但是它这种
上下的切换会让我感觉不太舒服。vivo 的这个呢，显然它的逻辑就还没有经过仔细推敲，先拿过来，就把这一坨搬上来了。荣耀呢，就是其实功能也还是有吧，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总还不是很优雅，效果其实是还可以的了。就是它从第一个点到第三个，你需要跨过中间那个是需要把控一下手指的位置，但这种你就直接点就好了。如果你快速切换应用的话，这个还是效率会比较高。对，其实 vivo 一开始做出这个工作台的时候，我是对它有一个期望，就是我以为按住一个应用，然后直接拖，能够拖过来直接给它变成分屏的，那样就很方便。我以为就是工作台和分屏是可以同时并行的。直观的例子就是，比如我做比价，或者是做旅游攻略，需要不同的软件来回切换的时候，但是至少在它主推的工作台上，还是把它的这个动画以及流畅度做好了的。我随便接一下老底，首先它启动相机的时候会直接把它关闭掉，其次如果你这个拍完照这样一拉，就是这么卡顿。相机不支持原子工作台，还是它考虑到功耗的问题吧。它的这个出厂的设定虽然会让你有无缝衔接的感觉，代价太大了，支撑不起这一套软件。抓到的第二个 coser 是吧？给他用3台折叠屏的人像模式拍几张照片，然后请他点评一下，顺带也让他看一下他对折叠屏这个品类是什么样的看法，感不感兴趣？可以。把亮度都拉高一点，亮度拉高一点。好，首先这个3台折叠屏的亮度就已经没得到我们老师的认可了，因为这一张太亮了，显得后面的草啊树不自然，这个整体景色比较好看。好人拍的还挺好看的，比我的相机拍的好看。找阴点的地方找。你是什么相机啊？是苹果14 Pro， 赶紧换。而且这个大屏看的人很舒服。给你一个机会用这个折叠屏换 iPhone， 你会愿意吗？愿意。它很好，就是它可以当手机，又可以看追剧，而且 P 图也很方便啊。这么大的话，新视角。人家用这个手机的情况和你平时用就截然不同。对啊，就截然不同。你要我就不选折叠屏。其实我的印象中，我一直觉得很多女生她买手机都会买比较大尺寸的，比如说买苹果，她一定会选择买 Pro Max。对，所以就导致我们对大部分那些用 Pro Max 的女生的刻板印象是，她们不会太在意手机的重量和手感。都一样啊，感觉。这个是最轻的，对吧？首先你的手感出问题，对，这个是最重的。其实这一盘是最手不手感的无所谓啊，你用就行。听到了吗？我其实是对手机厂商说的，因为现在折叠屏他们都在追求那种极致的轻薄嘛，包括现在的这个荣耀 Magic V5，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1厘米时代啊，这个厚度已经是完全可用的了。你像我们这位老师，他就觉得差不多啊，用不太出来什么区别啊。知道它一打开我就不喜欢。无敌的 vivo 倒下了，vivo 没有得到任何一票。OPPO 和荣耀各有千秋，vivo 垫底。但是从我们目前的户外的测试来讲，其实喜欢 vivo 拍照风格的女生还是蛮多的。你平时关注数码吗？关注，可以说一下你的感觉。这个不行，这个手感，这个手感不行。对 ，OPPO 手感不行，这台圆润一些。这个是荣耀，他们的这个重量怎么样的？就是会觉得哪个重到你不想用吗？我一个 iPhone， 一个迈凯60 Pro。华为、苹果双持用户，所以大家不要吵了。最终的评价是，现在好像对非数码爱好者来说，他们对这些厚度啊、什么铰链手感啊，包括折叠屏的那个凹痕啊，感知真的不是特别强。现在厂商已经做到了能让普通人基本满意的程度了，他们不会觉得哦，好大一条沟，或者说啊，拿在手里跟板砖一样，现在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先报一下电量吧。没有很多电了，我这台应该是目前续航最持久的这个荣耀 Magic V5，它都已经只剩44%了。这个漫展的参加失败。vivo X Fold 5还有34%。OPPO Find N5 还有43%。
现在下一站去沙湾公园，还要给大家讲一些其他的功能嘛，去人少的地方比较好讲一点。等会打车的时候试一下，荣耀这个悠悠助理它也是有语音一键直接帮你驾驶导航的。荣耀它是宣传悠悠一句话就能帮你做很多事情嘛，来看一下导航的效果怎么样。驾车导航去沙湾公园。好的，我找到如下沙湾公园。好的，我将自动执行魔法指令。已完成。好，整个流程我只点了一下，然后直接跳往的是这个路线界面。我跳的是百度地图统一分配的吧，就是默认的。荣耀这边是可以设置的，我前面设置过是高德，我这边 OPPO 自动是百度地图。它这个执行的过程 ，vivo 执行的过程比较慢，但是它把所有的操作都给你搞完了。他甚至很霸道的不问你到底需要去哪个沙湾公园，他会问我到底是要去沙湾公园地铁站，还是要去沙湾公园的哪张门。我现在试一下这个荣耀的一键打车功能啊，帮我打个车去沙湾公园。好，它会让你选位置，自动呼叫啊，它也会让你选这个打车的 APP， 你选择自动呼叫。它甚至有一个那个小白点帮我点了。如果你眼睛没有一直盯着这个屏幕，它整个完成的过程你就放一边嘛。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无感的，但是速度嘛，相对来说我觉得稍微慢了一点点。其实 OPPO 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它还是进到百度地图里面调用了小度的语音，实际上效果是一样的。我觉得 OPPO 和 vivo 可能是同样的解决方案，它都是进入百度地图里面让那个小度语音去打的。而荣耀这边它是先是系统级的识别你那个语音指令，然后直接跳高德打的。你看它那个在执行操作的时候有小白点，其实就是它有一个预设的一些指令，对，它在那里操作。它就像你自己写好的 iPhone 的快捷指令，它直接把这个程序帮你完成了。这期视频我说实话，跟大家求个点赞。我在外面像被我的汗洗了几个澡一样，一直在出汗，我衣服一直都是湿的。你看前面这一块，闻一下秋水老师的汗香味啊，要闻。今日要闻，今日要闻。游戏用折叠屏都想拍一块小红书的这个适配啊，传奇适配完，更多内容，更多内容，然后更少内容。现在就要进行我们最后万众瞩目的强行兼容苹果环节。首先，这个 vivo X Fold 5它可以连 Apple Watch 的，这个我们等一会儿测。我们先测这3台手机好像都能做到的，跟苹果互传照片。那互传照片主要看哪几个方面呢？一是速度有没有 bug， 对吧？二是他们的 HDR 和动态照片会不会互通。我们先录像5分钟然后动态照片拍几张，静态照片拍几张。vivo 没有 HDR， 那我也管不了的。荣耀只有 4K 30才支持 HDR 视频。哎，我能拍 4K 60 HDR， 我们拍 HDR， 然后 vivo 拍正常的，拍5分钟。我们在 vivo 的 vivo 健康里面已经拦上了我们的 Apple Watch 了。你可以在这边看到电量。然后你在 Apple Watch 上记录的运动数据，比你的睡眠数据，你都可以同步到你这个 vivo 健康里面。那消息同步怎么样呢？现在试一下，把 vivo 息屏放在旁边，震动了，开起来，有没有？它不能点到手表的微信里面去也不能回复。这个功能其实对 iPhone 用户也不是那么重要，双持还是有点用。先试着把 vivo 上面的照片和视频传到 iPhone 上面。什么叫互联的神？每个手机厂商都要和 iPhone 我们比如说要和 iPhone 传照片，我们都要点开他们的 APP。5个东西一次传过去。5个学上了，分享，点击使用 vivo 互传，看见没有？一下就识别到我的 iPhone 13 Pro。这个找寻的速度还是可以的。我直接点击，准备发送，接着加入。就整体的这个流程还是有一点麻烦的。你看，有不明事理的，他要是点一下使用蜂窝数据，他可能就停止互传了，因为你使用蜂窝数据，你就断了这个热点。传输速度还可以吧？对，它显示多少？3个 G 的文件。我说实话，Edge OPPO 还不一定有这么快。我直接查看传输记录，它点，它不能左右滑，有点抽象。那去相册吧，有的，而且也是带 HDR 的呀，感觉。视频其实没太多好说的，因为 vivo 它没有 HDR。我们现在来尝试荣耀的这个互联，同样是2张动态，2张普通和1个视频。打开容量分析，是要拉了吧？
iPhone 13 Pro 也是比较快速的，是吧？它要转换原始格式，我感觉它连上快一些。好慢了，很快啊，80兆、70兆、80兆，80兆是超过 AirDrop 的，AirDrop 一般是50兆。这你居然还能显示速率？对啊，这个好评。这必须要好评啊！荣耀的这个互传里面，它就直接给了你这个接口，直接去照片查看了，这个就很舒服啊。这就直接跳转。实况就现在也是识别到的。你看 HDR， 我这样，哇，亮到爆炸。对啊，就是很亮啊。我们先选中要分享的文件，然后分享，记得把顶上的格式转换取消掉。正在连接 ，OK， 显示已经连接成功了。OK， 正在接收。速度这边看一下，它并没有显示具体的速度，但是看得出来还是非常快的。OK， 不到1分钟，我们5个文件就传完了。前往照片查看，就实况是可以正常识别和正常显示的。这边是静态的。也没有问题，杜比世界也是可以完美的识别和显示的，就没有任何问题。整体的体验是说很顺畅的，就传的速度也很快，然后过程也比较简单，然后传到 iPhone 之后，整个的照片的信息格式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就很不错，很不错。其实我觉得现在各家安卓厂商吧，它来做这类功能，还是非常利好用户的。他说我跟你出去玩，你用 iPhone， 你用 iPhone， 我用安卓，这个东西打通以后，在他的手机上看是这样，传过来在我的手机上看也是这样，所以就大家可以一起友好的出去玩耍，拍的照片和视频也能非常友好的在双方的设备上去观看。没了解过这个功能的观众吧，你们以后要是出去碰到了这种感觉不能互通的情况啊，直接搜一下互联，说不定就拦上了呢，就直接照片。还是那句话，连接之神，荣耀就是现在的连接是，它既能跟华为连，又能跟苹果连，又能跟安卓连，是的，非常的强悍。晚上10点06分，其实6点多钟、7点多好像就没电了，只是我们跑过来吃饭了。荣耀 Magic V5是还剩22%的电。8Fold 5还有7%。你看我虽然电池小点，但我骁龙8亿，我现在 OPPO Find N5还有20%。3台手机应该平均差不多就是5小时50分的样子。这个亮屏情况呢，其实还蛮拉的，只打了半个小时的游戏，平常用直板机还有另外半个小时游戏的。如果我们按正常测试的节奏，那么3台手机基本上就是撑不到正常的晚饭点。首先是我手上的这台荣耀 Magic V5，必须表扬它用了这个骁龙8至尊。从昨天我开始设置这台手机，我就发现它的这个动画各方面都很流畅，今天用下来也很流畅，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整体的自动亮度保持的也还比较好，虽然它的电池比 vivo 略小，但是得益于这个处理器的优秀的能耗比，它的剩余电量是最多的。它甚至还有防尘啊，一般折叠屏是没有防尘的嘛，比如说 IP_8， 但是它是 IP58、IP59。最近 vivo 这个折叠屏发的时候，很多人在说它是什么全能大折，但你要整体配置比下来，那我感觉还是荣耀更贴合全能大折的称号啊，各方面的体验都还非常不错。荣耀它一直有一个这个东西热门推荐，看上去是一个文件夹，你长按发现它是可以卸载的，这是一个隐藏的广告 app， 里面也有很多广告，毕竟这也是高端的手机了吧。耀子，你最近真的很缺钱吗？ vivo X Fold 5虽然它是个8.3，能效比不上它们，确实会发热啊，然后续航之类会差一点。但是你去翻它的官网就知道，它就把自己当了是个备胎的命，就是要做 iPhone 的背记，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它和这个 Apple Watch 互联上以后啊，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个让我绷不住的就是，我刚给它装上，它就给我推了一下午的广告，我就给它卸了，一直在弹广告啊。这个屏幕很暗的情况下，你给它折起来，它会闪一下，突然闪一下很亮，而且咔嚓一下又降下去，这个应该是不应该的，他们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手上这台是 OPPO Find N5。第一点要说的就是它这个息屏显示的这个 bug，
就持续一整天了，没有任何的改善，不管是内屏还是外屏都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说回其他体验，首先它处理器是骁龙8E，但是是7核的，但是一整天用下来呢，它的流畅度并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在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它的流畅度保持的是不错的，包括你打游戏什么的也是。但是一旦到了比较热的时候，调度比较保守呀，它这个亮度包括流畅度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的，比荣耀要差不少。续航是和荣耀差不多的，然后拍照的话，被采访的那个女生都是比较认可的。还有一个软件体验方面，就是我们早上在那个太阳底下刷美团呀，OPPO 就是很明显是那种锁帧比较严重的情况。然后适配方面呢，大家就都有点问题了，就一坨都不三坨，形态，然后厂商以及软件开发者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是体验还是落到了消费者的头上，所以还是得继续优化。虽然说它在体积方面已经和正常的直板旗舰可以说没有任何区别了，包括影像配置也是相当于中杯到大杯的那个水平了，但是体验还是差的比较多的。真的，这是发自肺腑的一句话。看特殊需求，比如说我要看剧，我要看稿子，需求量很大的话还是可以的。野生测试员带你测个遍这里是野生测试员。今天又是炎热难耐的一天啊！点赞、转发、收藏，少吵架啊，少吵架。吵架也可以，就是记得顺手点赞。总之就是今天到这里了，拜拜。拜拜。